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 Unity 6的另一个新功能 Web GPU Backend。先给大家看两个通过 Web GPU 在网页中渲染的例子。这两个例子都是 WebGL 所无法渲染完成的。目前 Unity Web 平台虽然支持 Web 2.0 的 API， 并且被大多数浏览器所广泛支持，但 WebGL 无法利用到现代 GPU 中的所有功能，并且缺乏对 Computer Shader 的支持。为此，从 Unity 6开始，将提供新的 Web GPU API 来充分利用现代 GPU 功能和本地支持的现代图形管线 API 来做图形加速。不仅可以同时减小 CPU 和 GPU 的开销，还可以提高图形管线的吞吐量，降低延迟。这样 Web 端处理图形的能力就只会取决于浏览器平台和可用的图形驱动程序了。目前 Web GPU 的功能可以在 Unity 2023.3 以后的版本上开启。由于 Web GPU 仍处于开发阶段，所以没有在编辑器中提供直接开启的选项。我们需要用到文本编辑器，打开创建工程下的 Project Settings 文件夹下的 Project Settings.ss 文件，在其中搜索 WebGL Enable Web GPU 字段。一般在 Unity 2023.3 的版本上直接创建的工程，该文本字段是有的，而老版本创建的工程升级到 2023.3， 该字段默认是没有的。不过我们可以手动添加，并将其值设为1。之后我们可以打开工程，切换到 Web 平台，并打开 Player Settings 面板，在其他设置下禁用自动图形 API 选择，并将 Web GPU API 添加到图形 API 列表中，并保证它是在列表中第一位的。注意，如果你没有设置 WebGL Enable Web GPU 字段为1，你是看不到 Web GPU API 选项的。目前 Web GPU 在 Chrome OS、Mac 以及 Windows 上的 Chrome 浏览器下，以及安卓上的 Chrome Canary 版本后默认支持开启，而其他浏览器如 Firefox、Safari 等浏览器上需要通过开发者标记启用。由于 Unity 对 Web GPU 的支持仍在开发中，所以目前并不建议开发者直接将其应用到生产环境。另外，目前的 Web GPU 功能仅支持 URP 管线的部分功能，而并不支持 HDRP 管线，并且即使在 URP 管线下，Forward 加渲染路径、Graphics Drop 功能、动态分辨率功能以及 DOS 下的 Entities 与 Entities Graphics 包都是不支持的。虽然支持 Computer Shader， 但不支持异步的 Compute API。还有目前的 URP 管线下的 VFX， 虽然说是支持的，但更多功能仍在开发中。所以大家在使用 Web GPU Backend 时，这些使用限制需要大家在使用前了解。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我打包的原来的 URP Sample Template 工程在 Web GPU Backend 下的运行效果，以及 Unity 官方提供的 Bolt Attack 例子的效果。如果大家对 Unity 6的 Web GPU 功能感兴趣，可以关注下 Web GPU 的 Unity 官方 Roadmap 开发路径图。今天我的介绍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